随着塔瓦纳的神助攻，伯纳德·埃尔诺再次登顶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，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，连带着人们对他旗下品牌也更多了几分喜爱。旗下品牌在全世界各大门店的销售额都创下纪录，利润飞涨。伯纳德·埃尔诺状态十分亢奋，结束了总统的接见之后，他只安排了回家吃顿晚饭，便立刻前往机场，乘坐飞机去往纽约。由于伯纳德·埃尔诺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关注，所以他的私人飞机起飞之后，全世界都通过航空软件知道了他的飞机正在飞往纽约。纽约便是联合国的总部基地，于是媒体再次开始大肆报道，内容是伯纳德·埃尔诺已经启程前往纽约兑现承诺。这2日，伯纳德·埃尔诺知名度太高，给了美利坚政府以及黑水公司极大的压力。没想到此前的压力都没找到办法消除，一转眼这个瘟神就启程朝着美国来了。黑水公司如临大敌，他们立刻与五角大楼取得联系，希望五角大楼或者白宫能出面调和，尽可能别让伯纳德·埃尔诺过来，就算来，也千万不要再针对黑水公司。大统领对这件事也很头疼，他经商时与伯纳德不算好友也算熟人，家人都是他麾下品牌的超级大客户，只是从政之后2人几乎没了联系。现在伯纳德·埃尔诺得理不饶人，这不但威胁到黑水公司的声誉和前景，更威胁到了美利坚的国际形象。于是他思忖再三，决定给伯纳德·埃尔诺通个电话。此时的伯纳德·埃尔诺在飞机上回头看着逐渐远去的巴黎夜景，心中兴奋难耐。他感觉此刻的自己就像是一个远征异国的将军，雄心壮志皆在胸口，只待纵情挥洒释放。这时他的助理在前舱拿着卫星电话匆忙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埃尔诺先生，美利坚大统领的电话。”大统领？伯纳德·埃尔诺皱了皱眉，低声道：“他想做什么？”助理摇摇头，不清楚，只是听他的助理说想跟您通个电话，而且他本人已经在线上了。伯纳德·埃尔诺冷哼一声，无非就是想让我退缩，我会怕他？说罢，伸手过去，电话拿来。助理把电话递过去，伯纳德·埃尔诺立刻按下通话按钮，原本被静音等待的电话立刻接通。伯纳德·埃尔诺不卑不亢地说道 ：“Hello， 大统领先生。”对方传来一个略显沙哑和懒散的声音：“嗨，埃尔诺，很久不见了，你最近还好吗？”伯纳德·埃尔诺阴阳道：“还好，就是差点在白马岛丢了性命，好在有惊无险。”对方沉默片刻，随即说道：“听着，埃尔诺，我不想跟你绕来绕去，我想跟你坦诚一点。我知道你的飞机已经起飞前往纽约，但我还是劝你让飞行员掉头回去，或者换一个美国之外的目的地，随便你想去哪都可以，找个地方放松一下，慢慢把这件事放下来，你觉得呢？”伯纳德·埃尔诺毫不犹豫地拒绝道：“我已经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做出承诺，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绅士，绝不会出尔反尔。”对方语气有些愠怒地说道：“埃尔诺，你是商人，我也是商人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商业。商业的精髓与本质在于你如何赚到更多的收益，其他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。”说着，对方直接抛出诱饵：“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件事达成交易，那我可以让商务部门在未来3年里给你的集团非常客观的税务减免。相信我，埃尔诺，这给你带来的可能是数以亿计的美元，而你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那便是对白马岛的事情放手，就这么让他去吧。”“不！”伯纳德·埃尔诺坚定不移地说道，“大统领先生，我不可能改变我的行程和决定，而我们集团也会按照美利坚的法律规定，在美利坚正常纳税。我们的利润率已经比较可观了，不需要税费上的优惠。”对方没想到他这么不识抬举，语气当即变得更加严厉，警告道：“埃尔诺，你知道，税率有时候不只是可以降低，它也可以升得很高，非常高。据我所知，你那些奢侈品都不是在美利坚生产的，
我们可以给你制定一个非常高的关税，高到你的产品在美利坚会失去一切竞争力。然而这一切只需要你简单的让飞机掉个头，就能完全避免。你要不要做这个交易？伯纳德·埃尔诺兴奋的嘴都合不拢了，他不由得笑出声来，说：大统领先生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大统领以为他害怕了，毕竟商人的本质就是逐利。那些顶尖富豪看起来好像云淡风轻，多赚1亿也只是微微一笑，但只要让他们少赚1万，他们立刻就会开始哭爹喊娘。大统领自然觉得自己拿捏住了伯纳德·埃尔诺的命脉，便用朋友的语气微笑道：伯纳德，我们从很早以前就是朋友，我了解你，你也了解我，只要你我之间能好好合作，我自然不会这么对你，你知道的。我从来不对朋友开枪，但前提是你还是我的朋友。伯纳德·埃尔诺按捺不住地脱口说：向我开枪？大统领先生，请向我开枪吧，恳请您。如果能给我的集团增加100%甚至200%的关税，就再好不过了，我会发自内心的感激您。伯纳德·埃尔诺在心里大声问自己，还有什么比这种刷经验的方式更屌的渠道吗？他妈的，没了啊！500亿经验值，正常攒的话，每1分都要叶先生点头，只要叶先生不点头，我1分钱也花不出去，一个经验值也攒不起来。可是人家叶先生也说了，因为这件事产生的营业损失都能当成经验值，怎么才能有损失？我总不能自己砍自己2刀吧？回头我宣布我的集团推出美利坚市场，那一年确实能损失几10亿美金，但叶先生要是不认，这不就打水漂了吗？可是如果美利坚制裁我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所有的制裁都是美利坚带给我的损失，肯定都能在叶先生那里入账。此时的大统领哪里能猜出伯纳德·埃尔诺的心理活动？他听伯纳德·埃尔诺在电话里求着自己给他加关税，还以为这老登是故意说反话跟自己对着干，于是便立刻威胁道：埃尔诺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，这件事情我很快就能加速落地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正式生效。伯纳德·埃尔诺问他，用不了多久，到底是多久？大统领冷冷道：2个月，甚至用不了2个月。伯纳德·埃尔诺焦急地说：麻烦尽量搞快点，1周内能不能落地？大统领整个愣住，什么意思？是找茬还是真不怕死？他感觉受到了侮辱，立刻警告道：埃尔诺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，如果政策真的落地，你到时候再哭着求我也没有用了。事实上，你连给我打电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伯纳德·埃尔诺有些急不可耐，连声说：我搞清楚了，大统领先生，希望您能尽快敦促政策落地，速度越快越好，力度越大越好。你脑子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大统领疑惑至极，哪个富豪不是葛朗台？哪个富豪不是周扒皮？怎么这个伯纳德·埃尔诺好像真不在乎钱似的？难道他为了博取这点名声，1年几10亿美金的产业都不放在眼里了？这就尴尬了。拿捏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拿走他的钱，这一招他屡试不爽。可一旦富人不在乎钱，这就真的不好整了。他只能强压愤怒，疑惑地问：埃尔诺，为了一点虚名，几10亿都不要了，值得吗？值得，太值得了。伯纳德·埃尔诺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：你可能不理解，但我还是要说，钱现在对我来说就是累赘，我真的不喜欢钱了。如果美利坚能多给我一些处罚、制约，我只会心怀感激。希望美利坚的制裁尽早出台，感激不尽。大统领冷笑道：我明白了，你不过就是在虚张声势，以为我不敢推动相关政策，对吗？伯纳德·埃尔诺第一次表露出紧张。误会啊，大统领，我真不是虚张声势，我只求你能尽快让政策出台落地。还是那句话，越快越好。大统领大脑一阵眩晕，眼见自己的威胁完全起不到作用，他只能撂下狠话：埃尔诺，我不管你出于什么心态，
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你一定会为你今天的决定后悔。我不但会推动政策尽快出台，还要让国税局对你的企业进行全面调查，希望你的企业不要被我们查出来问题。伯纳德·埃尔诺喃喃道，要是真有问题就太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统领听到了他的嘀咕，愤怒地质问一句。伯纳德·埃尔诺也豁出去了，认真道，我说，要是能被你们查出问题就讨好了，最好是能找到一些严重的问题，给我开一张史上最重的罚单，直接罚我500亿美金。